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一大早，老板叫我进去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下个月开始，你们行政部自负盈亏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问了一句：老板，我们行政部没有进项啊。老板霸气地回答：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你该去考虑的问题。你去把 HR 经理叫进来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办公室，众人一看都上来问：老大，怎么了？老板又发什么疯？我把老板的意思传达了一下，所有人都跳起来了。这不是搞笑吗？我们部门总共有5个人，一个负责电脑相关的石头，包括打印机、网络等等，一个小姑娘菲菲，前台，老员工张静负责办公室事务，芳芳负责后勤、司机等，还有一个就是我，大总管。我把大家叫到一起，让大家头脑风暴一下。石头是个直男，一上来就说：老大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我们又不是销售部，哪来的钱？菲菲接着说：老板不会让我们也去做销售吧？那我还不如直接去销售部，还能拿提成。张静经验丰富，她一直在想老板到底想干什么。过来半天，她才说：老板是不是要赶我们走啊？我想了一下，现在还不至于。虽然公司经营的每况愈下，但是还没有到树倒猢狲散的时候。芳芳倒也直接，一拍桌子：以后谁来用车，先交钱。芳芳这么一说，马上大家都有思路了。石头接着说：修电脑一次200块，打印一张纸1块，网络1个月200，要不然断网线。菲菲也来劲了：喝水1杯1块，咖啡5块，接待室1个小时200块，不穿工服罚款100，上班吃零食罚款100。张静哈哈大笑：好的，反正现在夏天不开空调了，最起码能省点钱。保洁也遣散了，谁的工作区域谁打扫。这么头脑风暴下来，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于是写了一个报告，把大概收费情况列出明细。我自己算了一下，我们部门5个人的开销，基本上也就是薪资，一年总支出大概50万，让张静大概算出一个收费标准，恰好能覆盖我们的开销。这么一通操作，我觉得也不算太难。张静又来问我，咱要不要报价高一点，年底还能搞点年终奖出来呢？我瞪了他一眼，就老板那个吝啬样，你是想上天啊？石头又进来说，已经把打印机设置好了，可以记录谁的电脑打印了文件。菲菲进来说，要不要给茶水间上个锁？芳芳倒是很省心，直接发消息给司机和保洁，让他们先不要动，看他脸色行事。我的这帮祖宗们还没有等我跟老板汇报我的计划，就开始擅自行动了。我想了想，也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去跟老板对抗了。毕竟我是真的不知道行政部门如何创造收入，总不能不拿工资，每天都讲奉献吧。已经奉献的老板买了一辆宾利，换了2个老婆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更加生气，于是推开了老板的门。老板看见我这么快就走进来，大喜过望，一边接过我的报告，一边骂 HR 啥也不是，反对他让 HR 自负盈亏的伟大主意。老板真的觉得自己是天才，每个部门都挣钱，钱可不就多了。但是他看着我的报告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看完以后一把扔桌子上，冲我喊：你是来耍我的吗？我也没给好脸色，是你先耍我的呀。行政部怎么自负盈亏，那是你的事，你就不能帮助销售部卖产品，或者去隔壁公司看看，能不能把他们的行政工作也兼了？
我一下被整无语了。合着我上班的时候还得去做个兼职，我这哪是工作，这是纯纯的牛马呀！我想着也无所谓了，就继续杠。我为大家服务，收取费用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，这难道不是你们行政部该做的工作吗？那发工资不也是公司该做的吗？他被我问的脸都憋红了，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：不要总想着公司能给你什么，多想想你能为公司做什么。说完就让我出去。我刚出门， HR 经理老赵笑呵呵在门外站着，我看见老赵就生气，甚至怀疑就是这孙子搞的鬼。赵经理可真有本事，小算盘打到我们头上了。老赵在那儿装无辜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老板让我们 HR 做试点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管的3个小姑奶奶都是老板们的关系，惹不起啊，他们背后有金主，我们行政部的都靠工资过生活，你这样做可是断了我们的口粮啊。白经理，淡定，淡定，我相信你总会有办法的。说完，贼兮兮地回自己的办公室，走到门口，他还回头对我说：白经理，行政部自负盈亏的邮件发到你邮箱了，别怪我呀。老板的意思，我也是打工人。我骂了句滚犊子，他才贱兮兮地关上门。要不是他是老板大舅哥，我非得揍他。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只有行政部自负盈亏，美其名曰搞试点。想想也对，敢这么弄财务部，直接带着账本去税务局，刘老板估计后几年的饭有保障了。研发部的更惹不起，在做的项目分分钟停下来，市场部的还得指望他们找钱去。再说人家有进项，八部的自负盈亏，钱都人家自己分了，采购部公司也不敢，否则那帮狗东西分分钟把物料进价后面加个0，工资不工资的无所谓，算了一圈下来，也就是我们好欺负呗。好在还有1个月，我也能再继续想想办法。当然，最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找工作。回到办公室，几个人看我耷拉着个脸，估计他们也猜到结果不够理想。张静这次第一个开口：老大，不行，咱就辞职吧，正好利用这1个月找工作。石头接着说：没事，下个月不发工资，咱就去仲裁，最起码裁员赔偿得拿到，如果找到工作了更好，走的时候拿一笔，不发工资继续待着，反正到最后仲裁我们稳赢。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思考过了，我倒是不担心最终拿不到工资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恶心，就这么走了，多少有点憋屈。我从创业的时候就跟着这几个老板，其他几个股东都因为种种原因跟这个老板闹掰，股份被他老婆接手了，公司成了老刘家的一言堂。最初的时候，各个部门都是外面来的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公司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。跟其他公司一样，业务走向正轨，先来一波功臣大清洗，接着安插自己的7大姑8大姨，也就是我来得早，甘心做牛马，才坚持到现在。其他一起来的管理层几乎全军覆没。我突然想着，是不是真的借着这个事情赶我走？没那么容易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大家都不顾体面了，我也没办法让老板体面。我对石头说：这样吧，我来拍个视频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避雷，顺便发泄我心中的郁闷。石头想了想，说好，反正公司的摄影器材都在他手里，他也会剪视频。张静说他负责文本，我们一起合计一下怎么挤兑这个老板，让他臭名远扬。芳芳问：要真人出镜吗？老板会不会报复？我想都没想，就说我来出镜，我无所谓了，反正也不想看他的嘴脸了。说干就干，
我马上申请了一个抖音账号，名字就是奇葩老板的日常。我让大家头脑风暴一下，老板除了让行政部自负盈亏以外，还有什么奇葩事情？反正这一个月闲着也是闲着，最起码把老板搞臭，出一口恶气。我想了想，开篇第一个视频一定要报行政部自负盈亏，这么炸裂的事情肯定能一炮打响。张静负责办公室事务多年，文笔自然没得说。朋友们，你们敢相信吗？今天一大早，我的老板告诉我们，以后公司行政部自负盈亏。所谓的自负盈亏，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去做兼职，来赚自己的工资。你们没有看错，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赚自己的工资。老板白嫖我们。张静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，把老板的丑陋嘴脸，我们的忍气吞声， HR 的助纣为虐写得有声有色。我负责上镜口播，由于自己亲身经历，加上带着情绪，居然一条直接过。菲菲还过来说，老大，你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。拍摄完了以后，石头把视频剪辑了一下，然后配上字幕，下班的时候就发了出去。菲菲其实也是个小网红，说是网红，是因为她也孜孜不倦地发了几百条视频，有擦边，有才艺，有整活。说她小，是因为除了那几条擦边的视频，其他点赞数都是个位数，天天直播，直播间也就是固定的几个人，而且大部分的评论都是，姐，你好好擦边就好，看才艺我们有别人。他看我发出去，马上就把视频转发，加了一句，人家也是受害者。发完以后，大家就按时下班，反正现在真的是白干，还不如早点回家陪家人。我想着现在短视频这么卷，不一定给热度，先回去睡觉，明天再想办法找个推广，出了这口恶气，然后来个华丽转身，换一份工作。反正下午石头剪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更新完简历，而且已经发给熟悉的几个猎头了。等我吃完饭，打算洗澡睡觉的时候，石头突然给我发微信，老大，快去菲菲直播间看看。我赶忙打开抖音，菲菲直播间有上千人在观看。我有点懵，就这种姿色的擦边主播，能有个100人就谢天谢地了。好家伙，1000多人，而且居然还有人给他刷礼物。菲菲这个小妖精，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讲，家人们，你们敢信吗？我上班的时候，老板让我去做兼职。我一听不对劲啊，虽然是这么个事，但是菲菲一说，加上她的表演，让我不由得想入非非。直播间里的家人一阵轰动。菲菲继续说，老板不仅不发工资，还想着让我们自己挣钱交给公司。直播间里纷纷表示不信。菲菲说明天就把公司的通知发给大家，她这招厉害，很多人都关注了她，表示要开眼。我想了想，要是前几天别人跟我说公司要求部门自负盈亏，打死我也不能相信。我给菲菲发了个微信，让她先缓一缓，免得到时候闹僵了，就真的没办法了。菲菲似乎看到了我的微信，在直播间说，领导不让我说了，要不然开除我。这个小祖宗真的是张口就来呀，不管了，明天到了办公室再说。这个时候，张静打电话给我，菲菲这丫头够狠，不过她觉得我们也可以走网络这条路。她说菲菲今晚大概涨了2万多粉，打赏礼物扣掉平台的收费也有几千块。现在网上很多办公室短剧故事都是编的，我们只要把老板的奇葩事情如实演出来，效果肯定比那些编的故事靠谱。毕竟之前几个股东斗法、抢公章，
互相找保安，强制把对方赶走。最后，我老板把公章绑在腰上睡觉，刻了一套假公章放办公室，被别的股东抢走，然后拿去付款，结果出了事。后来自己退出，花了钱才把这些事情搞定。这些狗血的剧情，比起行政部自负盈亏还要炸裂，肯定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。说干就干，张静的文笔我还是很相信的。我让他开始构思这些文案，我来口播。菲菲也算个小网红，可以负责直播，但是我也懒得偷偷摸摸，干脆上班的时候做这些事情。第二天，我一大早就跑到老板办公室，刘总，我想清楚了，公司现在也难，您的这个思路很好，我们部门内部商量了一下，也有了一些思路，下个月开始，我们就不需要公司发工资了。老板听了很开心，笑眯眯地说，老白呀，我就说嘛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多想想，肯定还是有办法的。但是我们得要签个合同，大家说清楚了，公司不能干涉我们的项目。当然，公司正常业务我们也会支持，只要不需要公司负责你们的工资，不用公司的资金，我都答应。我就把我草拟好的协议给老板，他看了一眼，直接就签字了，然后给 HR 经理发了一份，并且加了一句话，通知财务，下个月开始，行政部全体员工停发工资。等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张静告诉我，他已经写了9集的文案了，这效率简直了。前3集讲他们公章大战的内容，我扫了一眼，这比蒋干道书写的还曲折刺激。尤其老板故意装作大意，把假公章不小心放到办公室，结果被其他股东偷走，结果差点被抓进局子里。后来没有花太大代价就把其他股东踢出局。这一段写得相当精彩，我看完都欲罢不能。中间3集讲的是离婚大战，最早踢了共患难的原配，中间算计了第2任老婆，害得第2任老婆背了几百万贷款，还没有从老板身上拿走1分钱，简直是渣男中的战斗机。不过遇到第3任老婆又吃了瘪，真的是渣男自有恶女魔。张静讲出来以后，我才发现故事如此精彩和曲折。后3集讲老板作死，把第3任老婆的关系安排到公司，导致出现奇葩事。几个人读完剧本都觉得很满意，于是我把大家叫到一起，开了个小会。我把和公司的协议给大家看了一下，当然也把面临的风险给大家讲了一下。我前几天联系了自己的关系和猎头，其实推荐他们几个过去，应该问题也不大，但是我也想征求他们的意见。菲菲也算有情有义，直接说，老大，我就不拿公司这份了，这个事情涨粉不少，我自己的收益不少了，以后你们发视频，我把内容搬过去，比工资强多了。其他几个人也表示跟我共进退。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干，我也没有说太多话，直接就开整。没多久，第1个故事就上线了。当然，我们还需要菲菲引流，就把公司发的不给工资的通知给了菲菲。菲菲当晚就在直播间亮出了通知，然后给我们的视频号引了一波流。毕竟普通打工人还是喜欢看奇葩老板，加上我们的故事也的确够炸裂。很快，我们的主号就起号成功了。尤其是离婚大战上线后，评论里的小伙伴惊呆了，一时间女拳手出来带节奏，营销号传播，热度超级高。当然，我们的收益也非常不错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正当我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老板黑着脸把我叫进去，老白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搞的这叫什么事？
赶紧去把这些乌七八糟的内容删除了。刘总，当时咱可是说清楚了，只要不花公司的钱，怎么着都可以。那你也不能污蔑我呀！你看看，你们把我说成什么人了？我也只是实事求是。老板脸变得更黑了，声音也高了。你要干就好好干，不干就自己收拾东西走人。我也火大了，给了赔偿马上就走。我想了想，忍了这么多年，何必继续为难自己，索性就摊牌了。哪知道老板压根不要脸，你们背后污蔑我，我不要赔偿就算了，你还有脸要？当然有脸要，法律规定的。老板直接拍了桌子，有本事自己去告去，我奉陪到底。然后就让 HR 经理进来，说我被开除了，让保安把我送出公司大门。我跟 HR 经理说，老赵，我也不为难你，N+1给到我们就可以了。我在公司干了15年了，你给我16个月的工资就行。老赵这个贱人是老板老婆的哥哥，虽然比老板年轻了10岁，但还是大舅哥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看，老板刚才也说了，我没有理会，反正这个蠢猪把不发工资的通知都发邮件给我们了，我们拿去仲裁，分分钟拿到钱，也不需要跟他多费唇舌。一会儿，保安就进来跟着我，但是 HR 那个蠢货不知道保安归行政部管。我对保安小宋说，小宋，你先在门口等着，我跟大家开完会咱一起出去。小宋应了一声，然后说，没事，老大，我在门口看着，他们来了我通知你。小宋出去后，我把大概的情况跟他们几个说了一下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我走了以后，老板肯定会把他小姨子调到行政部当经理。菲菲听了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毕竟之前那个小狐狸精老找菲菲的茬儿。老大，我跟着你。我看着菲菲，告诉她先忍一忍，我出去把框架搭好，大家就都可以出来了。张静倒是稳重，对大家说，这样好了，我们该做的事情继续做，现在只有老大出镜，其实在家里也区别不大。我们继续在公司收集素材，石头在公司剪视频，反正也不影响。我想着这样也有道理，唯一担心的就是老板小姨子过来后影响大家的正常工作，但是此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我把资料交到劳动仲裁那儿的时候，几个工作人员看着直摇头，可能没有见过这么250的 HR 和老板。回到家，我也开始自学账号运营、视频剪辑等。几个礼拜下来，视频热度越来越高，收益也慢慢变好。正当我觉得我们走上正轨的时候，张静打电话过来，老大，老板的小姨子太过分了，我们实在没办法忍受了，今天集体辞职了。我马上就跳起来了。张静毕竟稳重，如果她都受不了，肯定是太过分了。老大，你都不知道她有多恶心人。上班时间让我照顾她住院的爸爸，让菲菲去她家打扫卫生，让石头给她代练王者荣耀，我整个人都石化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们也有一点点责任吧。什么责任啊？客户来了，小姨子让菲菲买水果，结果菲菲带着芳芳一人扛着一根甘蔗进了会议室。客户以为他们要动手，菲菲说是为了降低成本，毕竟甘蔗5毛钱一斤，我们又不发工资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我有点哭笑不得。石头呢？石头给小姨子修电脑，发现了他和老板出游的照片，我眼前一黑，这都什么事？那么你呢？你一向稳重，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吧，就把这些事情整理了一下，作为我的奇葩老板第20集，本来打算发给你，结果顺手发到了现在的行政部经理，也就是小姨子那里。我这么一寻思，
这几个人被开除还真的不冤。这下好了，如果都被开除了，我们几个只能另起炉灶了。当然，劳动仲裁都必须得去。最关键的是，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奇葩老板系列就没有了素材。毕竟我们玩的就是真实。我把担忧跟张静讲了一下，他也表示认同。我们这个系列火起来最大的原因就是真实。我们也在公司，现在都被开除了，继续搞下去就失去了真实感，而且创作的源泉也会逐渐枯竭。我跟张静说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公司整倒闭了，让老板来咱这里打工。张静说，这个主意好倒是好，但是怎么操作呀？我让他带着所有人先来我这边，我们一起合计，好不容易做起来的系列，怎么也得继续做下去。4个人耷拉着脸坐在我对面，我又好气又好笑。菲菲、芳芳，你们咋不拿个大榴莲呢？像个流星锤，比2个五郎八卦棍更有威慑力。老大，要不是榴莲太贵，我还真想这么干来着，最起码让他们鼻子不好受。还顶嘴。菲菲嘀咕了一句，榴莲本来就贵呀，然后不说话了。石头，你说你发现了就别吱声啊。我是没有吱声啊，谁知道他就在我背后，我正看得入迷，还看得入迷。对呀，老大，我拷贝了，特别刺激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一脸黑线，然后让他发我邮箱。张静，你是老员工了，邮件居然都能发错，也不能怪我。邮箱系统里面显示行政部经理，我一恍惚就发出去了，也是对你思念过度。我白了他一眼，都别说了，这么有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看了一下他们几个，接着说，有2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哪个？先说好消息吧。你看我们几个摔成这样。菲菲继续嘟囔，好吧，好消息就是我们上个月收入不错，视频播放量过1000万，涨粉10万，已经好于我们上班的收入。我回头把钱打给大家。小透明芳芳站起来说，我也没有做什么，我就不要了。我示意他坐下，然后告诉大家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当然要共同进退。张静问，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文案马上就用完，现在没有发布的只剩下大舅哥是 HR 经理，还有小姨子是行政经理这2个故事，差不多6集。众人都表示认可，不在那个环境中，也没有素材。小透明芳芳突然出声，最近裁员特别多，劳动仲裁这个话题热度高，我们可以先做几期。张静也点头认可，但是还需要长远计划。于是我就说，我们可以把老板雇过来给我们打工。菲菲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让他给我们打工？怎么可能？我把我的计划粗略地给他说了一遍。菲菲拍着手喊道，好，让他穿着高跟鞋在门口给那群油腻客户陪笑。我马上被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画面给恶心了一下。张静疑惑地看着我，她明显不太确定我的思路是否可行。但是到了这一步，大家只能姑且一试。老板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男主角，短期之内只能围绕着他来，然后慢慢转型，摆脱奇葩老板这个标签。既然我们都被开除了，不能去他那里了，只能让他来我们这里。这个逻辑没问题，问题是如何实现。石头的意思是直接拿他和小姨子照片对他说，先生，你也不希望你夫人知道你和你小姨子的事情吧？他不配合，就把照片给老板娘，也不为了别的，就想看看鸡飞狗跳。但是这个度不好掌握，过了就属于敲诈勒索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联合所有受害者，比如以前的股东、原配、小三，一起让他破产，
让他无路可走，只能到我这里替我打工。我想到了以前那2个被赶走的股东，张总就是偷公章那位，要从他那儿继续挖素材。他万一让我钱回去偷公章怎么办？我问张静，你去偷不？张静表示，公章可能已经在老板老婆手里了，只能让我使用美男计偷了。另外一个是王总，他带着核心员工出去创业，已经蚕食了刘老板大部分业务，这可能也是刘老板开始作妖的原因吧。要让这2个股东收拾刘老板，我觉得见效会比较慢，毕竟我们的素材加上仲裁这一套，1个月过后基本上就没有了。好在我们都是行政部的，行政部的另外一个代号就是公司情报中心，各种小道消息我们都了如指掌，头脑风暴了一番。大家发现一个机会，赵四小姐新老板娘姓赵，是老板的小四，把自己的哥哥和妹妹都安插到了公司里，用意大家都明白。刘老板大儿子跟原配出国了，赵四小姐生了小儿子，谁知道将来大儿子会不会回来继承家产？所以大家都很清楚，老板娘就是要夺取公司控制权。如果能够帮老板娘赶走老板，这样目的就达到了。思路很好，但是怎么执行？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老板居然给我打电话了，而且非常客气地邀请我回去。行政部经理继续由我来干，我的几个手下可以一起回去。老板这一招搞得大家面面相觑，总觉得有什么阴谋。不过我觉得无所谓，我注册的传媒公司也好了，现在的收入已经比我在原公司高了，而且也不用受这种冤枉气。于是我跟老板讲，要跟他面谈。再次见到老板，感觉他有一点憔悴，态度倒是诚恳。他说，自从我离职以后，他小姨子把公司搞得鸡飞狗跳，正常业务都受影响了，而且他大舅哥又把老婆家的人安插进来不少，每个部门都有赵家人。老板接着说，当年的老人都走了，都没有放心的人了。我心里暗道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时赶大家走的时候，可没有心慈手软。公司估计很快就姓赵不姓刘了，现在打感情牌，是不是稍微有点迟了？不过作为我来说，我需要回来，所以我也装作动了感情的样子，诚恳给老板道歉。于是2个各自心怀鬼胎的男人红着眼眶追忆当年创业的艰辛。我一度都觉得自己似乎真的不地道，直到我看到他桌子上的法院送来的传票。补个话题，仲裁结束后，刘老板不理会仲裁结果，所以我直接就起诉了。法院的传票估计今天刚送到，我给刘老板拍着胸脯保证，一定会回来跟他一起收拾残局，再创辉煌。刘老板握着我的手，久久不跟我说到底涨工资不。不过无所谓，我只是需要这一个职位。等我们愉快地决定回去以后，大家的感情都有些复杂，又觉得该回去，又觉得回去多少有点膈应。好在大家都明白事理，我也跟大家开诚布公地讲，这只是短期的。老板是一方面是收到法院传票，不愿意付我裁员补偿，另一方面，现在公司没有他的人了，都是老板娘的人。他似乎也感觉到危险了，毕竟除了小姨子以外，他还有小六。赵四小姐估计心里也清楚，让刘老板改变可能性不大，公司抓到自己手里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互相利用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慢慢转型，发展新的主题。说完以后，大家似乎也接受了，商量好了下周一起去上班。其实我已经租好了办公室，而且搭了一个可以拍短剧的办公室，未来计划拍一些办公室短剧。
回公司就是过渡一下，时间到了就专门做我自己的事情。跟大家商量好以后，我就给老板娘打了一个电话。回到公司以后，我惊奇地发现多了很多不认识的人。我才走了不到3个月，菲菲悄悄跟我说，有些人她也不认识。不得不说，一个公司开始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就是人员流动加快。而且我听了一个更炸裂的消息，采购部的经理换成了老板娘的堂兄，理由是赵堂兄表示自己可以不要工资，这不是赤裸裸地告诉老板他要吃回扣吗？我去找老板，老板的原话是，这个职位谁不吃回扣？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多说了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精彩又扯淡，小姨子和赵经理不停作妖，好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。我们也快做到100万粉丝了，收入也是直线上升，并且有机会带货，也基本上摆脱了最早的标签。大家也是干劲十足，下班就去新办公室继续拍段子，头脑风暴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富裕。突然有一天，老板悄悄把我叫到我办公室，跟我说，我老婆已经摊牌了，要离婚。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老板继续说，已经闹到法院了。当时鬼迷心窍，分了一部分股权，加上后来他介绍新的投资人，现在公司都是他的人，董事会也成了多数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这个事情，但是没想到这么迅速。刘老板继续跟我说，现在公司已经没有信任的人了，重要的资料包括公章我也不能拿回家，只能拜托你帮我暂时保管。我不由得头大，又来，你们要是搞商战，能不能搞点高大上的？又玩抢公章这一套，仔细想想也挺凄凉，家人和公司都不安全了。他得罪了身边所有的人，也只能把我当作救命稻草。于是我把所有重要资料打包好，放到我自己的柜子里。正当我和老板办完这一切的时候， HR 赵经理打电话通知我，公司换了新的安保公司，以后归 HR 管，行政部不需要管理了。正当我纳闷的时候，几个彪形大汉已经走了进来，非常有礼貌地邀请刘老板出去。公司顿时乱作一团。菲菲过来问我，老大，咋回事？张静也是一脸不可思议。保安赶走了老板， HR 给石头下命令，清除老板的所有权限。石头来问我咋办。芳芳本来管保安和保洁，他问我他是不是失业了。我没有理他们几个，走到老板办公室，只见他不情不愿地收拾东西，跟着保安走了出去。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跟我点头示意了一下，我也点了一下头，回应了他一下。等他走出办公楼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就响了，千万保护好公司的执照和公章以及那些重要合同，没有这些东西，臭婆娘也搞不出什么花样。正当我让刘老板放心的时候， HR 赵经理带着保安已经走到我跟前。白经理，你也被解雇了，公司会正常发放您的裁员补偿以及今年奖金。菲菲冲上去打算跟老赵理论，我冲他摆了摆手，接着石头、芳芳和张静也默默开始收拾东西。我们几个人一起离开了公司。等我走出办公楼，看见刘老板焦急地等着我，东西还在吧？抱歉，老刘，我也被保安赶出来了。刘老板听见我的话，直接瘫坐到了地上，我也没有理会，带着几个人去了我的办公室。半年后，公司发展的一切顺利，老板娘打电话跟我说，法院已经判了，老刘什么也没捞着，感谢当年的帮忙，把重要的合同和公章交给我，你们几个裁员补偿都是按照2N 计算的。当然，白总也不在乎这点钱，
我笑着回答：哪里哪里，也谢谢你帮兄弟们出了一口恶气。我们把王总的公司收购了，现在公司总经理是王总，随时欢迎你回来看看。我应付了一声，就挂了电话。恰好菲菲在旁边说：原来是老大你搞的鬼啊！我笑着没说话。这时老刘突然打电话过来：老白，听说你的公司最近发展的不错呀？哪里，混口饭吃而已。那个臭婆娘已经彻底抢走了我的公司。哎，怪我自己把老伙计们都赶走了。我心里暗爽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赶大家走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想的。寒暄了半天，老刘还是没忍住，说：老白呀，我现在也没地方可去了，还得给那个臭婆娘抚养费。你看看能不能去你那边找份工作？不需要高管，中层管理就行。好啊，老刘，我们恰好需要一个行政经理。没问题，老白，这么多年交情，你应该了解我的。我们见面聊聊。可以，倒是可以，但是我对这个行政经理有一个要求。没事，老白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，就是行政部需要自负盈亏。然后潇洒地挂了电话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